动作快点，再用点力。我被冻醒的时候，周泽林正压在我身上，零下73度，窗外狂风在咆哮，应急灯的光线昏黄如豆，他的身体滚烫，汗珠滴在我脸上，我却感觉不到任何温度。我的四肢已经彻底麻木，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麻木，像有无数根冰针在骨髓里搅动。我偏过头，看见孙茜站在床边，她穿着我的羽绒服，手里拿着我的压缩饼干，她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，像是在看两只濒死的动物最后的挣扎。然后她笑了。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对准我们。周泽林没有停，他的呼吸越来越重，手掐在我腰上，指甲陷进肉里，我感觉不到疼。我听见他说：“快点，他快不行了。”我想推开他，我想尖叫，想告诉他们，我听见了外面雪地里有人在走，不止一个，是很多个。那些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马上就会推开门，看见这一切，但我张不开嘴，冷空气灌进喉咙，像刀子一样割开气管。周泽林终于停了下来，他低头看着我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汗水从他下巴滴落，落在我脸上，瞬间结成冰珠。他说：“月月，你那么善良，一定会理解的，对吧？”他站起来，和孙茜一起穿好衣服。孙茜临走前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扔在我脸上，是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我和周泽林的合影，去年夏天在湖边拍的。我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，他搂着我的腰，下巴抵在我头顶。照片背面用口红写了一行字说：“月月，谢谢你真心真意帮我买到那套豪宅，4500万，真的很值。”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外面的脚步声也停了，有人推开门走进来。王建国踩着我的手指走过去，我听见他们问：“还有气吗？”房东张大爷说没了，有人说那走吧，然后一切都黑了。我猛地睁开眼，阳光刺的眼睛生疼，我抬起手去挡，手是完整的，10根手指白白净净，指甲上还涂着上周做的裸粉色。我躺在一张床上，柔软温暖的，有棉被和枕头的床，墙上挂着我和周泽林的合影，桌上摆着他送的永生花，那是3年前的合影了。分手的时候我本来想扔掉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舍得。他说分手做朋友，我说好。后来他带着孙茜来看房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做朋友的意思是带着新欢来光顾前女友的生意。衣柜门半开着，露出里面整整齐齐的衣服。床头柜上手机屏幕亮着，日期显示10月3日上午9点17分。我盯着那个日期，心脏像是被人攥住了一样，先是收紧，然后猛地炸开。我一把抓过手机，死死盯着那个数字，10月3日，永夜极寒降临前30天整。上一秒我还在零下73度的暴风雪里，看着自己的手指被人踩断。这一秒我躺在这间阳光明媚的卧室里，听着窗外麻雀叽叽喳喳的叫。我慢慢坐起来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那双手在抖，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太高兴了。我张开嘴，无声的笑了一下。周泽林、孙茜，你们等着，这一世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没干别的，只做了一件事，我把一套业内流传甚广的凶宅的资料翻出来，从头到尾研究了不下20遍，准备推销给周泽林和孙茜。云栖山庄88号，挂牌价5800万，挂了整整14个月，无人问津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房子太邪门，独栋别墅，占地1200平，地上3层，地下1层，位置绝佳，背靠国家森林公园，前临人工湖。但前业主是个偏执狂，痴迷末日求生，花了2年时间把地下室改造成了小型防空洞。后来他破产了，房子被银行收回拍卖。再后来，第1个买家住进去3个月，公司破产；第2个买家住进去半年，离婚；第3个买家更惨，住进去第8天，从楼梯上摔下来，高位截瘫。从那以后，这房子就再也没卖出去过。业内给他起了个外号——断头台。我盯着资料上的照片，嘴角慢慢扬起来。断头台，太好了，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这房子的坑比外人知道的还要多得多。地下室确实改造过，但改造图纸上有个致命的设计，所有门窗都只能从外面手动锁死，里面没有任何开关。这是前业主的怪癖，他怕有人从里面打开门跑出去。更妙的是，地下3层有一个独立的气密门，一旦关上，从里面是打不开的。前业主管这个叫紧急隔离舱。我给这个房间起了个新名字——豪华单间。至于通风管道，我对着图纸研究了整整1天，最后找到那个完美的点。只要把管道方向稍微调整一下，新鲜空气就会全部导向1楼。地下室只保留单向排气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在下面待太久，不会痛苦的死，但是会越来越困，越来越困，最后安静的睡着，就像我上一世在雪地里那样。第1通电话打给周泽林，我换了个手机号，声音掐得又软又嗲，说我是盛世房产的小林，他之前看过的那套云栖山庄的别墅，业主急售，价格可以再谈。他果然上钩了。
上一世他就是个贪婪的人，总想着捡漏。永业前他一直在看房，想囤一套当投资，结果还没下手，末日就来了。这一次我给他备了一份厚礼，约好看房时间是第二天下午3点，我提前半小时到，把资料又过了一遍，确认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。第二天下午3点，周泽林准时出现在售楼部门口，他穿着一件浅灰色风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挂着那副我熟悉的带着几分自得的笑容。孙茜挽着他的胳膊，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，脸上涂着3层粉底。看见我的那一瞬间，周泽林愣住了，我笑着迎上去，说好久不见。他的表情管理明显没跟上，嘴角抽了2下，问我怎么在这儿工作。我说对啊，去年就跳槽到盛世了，听说他要看云栖山庄那套，正好我带他们去。孙茜在旁边阴阳怪气的笑了一声，说：月月，你不是一直做刚需小户型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做豪宅了？我扭头看他，笑得很真诚，说：这不是为了给你们服务吗？周泽林清了清嗓子，催促大家进去谈。车子往云栖山庄开的路上，我坐在副驾驶，透过后视镜观察后座那2个人。周泽林正拿着平板翻资料，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，眉头微微皱着。孙茜靠在他肩膀上，涂着亮片眼影的眼睛时不时往我这边瞟。周泽林问：这房子挂了多久了？我说14个月，主要是业主太挑了，想找有缘人。孙茜嗤笑一声，说：不是都说这房子不吉利吗？我回头看他，表情无辜说：孙茜，你还信这个？那些都是瞎传的。第一个业主公司破产是因为他挪用公款被查了，第2个离婚是因为他自己在外面有人，第3个确实倒霉，但那是因为他装修的时候擅自改楼梯，工人偷工减料，跟房子本身没关系。周泽林点点头，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。我转回身，看着前方越来越近的山影，嘴角轻轻勾了勾。云栖山庄的大门是欧式铁艺的，刷着白漆，两边种满了法国梧桐，10月初的叶子正黄，风一吹，哗啦啦的落下来，铺了一地金黄。车子在88号门口停下，我掏出钥匙打开大门，侧身让开，请他们进去。房子内部比照片上还要气派。房子中挑高6米的客厅，整面墙的落地窗正对着人工湖，阳光从湖面反射进来，在白色大理石地板上投下一片流动的光斑。周泽林的眼睛亮了，我带着他们一层一层的看。1楼是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、客卧，2楼3个卧室，都是套房，每个都有独立卫生间和衣帽间。3楼是一个超大主卧加一个露台，露台上有按摩浴缸。孙茜难得说了句人话，说这露台太棒了，夏天可以在这儿开派对。我笑笑说，对啊，视野也好，整个湖景尽收眼底。周泽林站在露台边缘往下看，问地下室呢？我说这边请。地下室入口在1楼楼梯后面，是一扇看起来很普通的木门。推开门，里面是向下的楼梯，灯光是感应式的，人一走进去就自动亮起来。我一边走一边介绍，说地下1层原业主做了改造，现在是酒窖加影音室，不过如果不需要，可以重新装修。地下室的层高比普通住宅高很多，目测得有3.5米，墙壁做了防水防潮处理，地面铺着深色木地板。影音室那面墙挂着120寸的幕布，旁边是专业的音响设备。周泽林四处打量着，手指在墙上敲了敲，问这墙是不是加厚的？我说对，原业主做隔音的时候顺便加固了，据说能抗8级地震。他的眼睛又亮了一分。地下2层的楼梯更窄一些，灯光也更暗。走下最后1级台阶，是一个大概50平米的空旷空间，四面都是水泥墙，没有装修。我说这一层原业主打算做健身房，后来没钱了就没弄完。不过层高够，通风管道已经铺好了，装修起来很快。周泽林在这个空荡荡的空间里转了一圈，最后停在最里面那扇门前，问这是什么？我说地下3层，原业主挖的，说是防空洞，不过下面没通电，得打手电。我掏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功能，推开那扇厚重的金属门，门后是一条更陡的楼梯，向下延伸了大概10几级，最下面是一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，四面都是水泥，空无一物。房间角落还有一扇小门，推开是一条黑漆漆的通道。周泽林问这通道通向哪儿？我说后山，原业主修的逃生通道，可以直接进森林公园，不过通道不长，大概200米。他站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，用手电照着四周的墙壁，忽然沉默起来。我靠在门边，看着他的侧脸。上一世，他把我推出门的那一刻，
脸上就是这个表情，专注、冷静、全神贯注，就像在计算一笔投资。他问这房子最低多少，我说业主底价4800万，他问还能谈吗？我说可以，但业主要求全款，而且1周内过户。周泽林沉默了2秒说，行，我考虑一下。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，孙茜一直皱着眉，凑到周泽林耳边嘀咕什么，声音太小我听不清，但看表情应该是在说地下室太阴森。周泽林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送走他们。我站在别墅门口，看着那辆白色奔驰消失在梧桐树影里，慢慢露出一个笑容，考虑吧，等你考虑清楚，永业就来了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同时联系了王建国和孙茜。王建国那边用的是另一个身份，说我是周先生的私人助理。周先生想买下他那块地皮，约他见面谈谈。王建国在城西有块300平的宅基地，上一世他就是靠那块地起家的。永业后，他在那儿盖了个简易避难所，收留了几个青壮年，然后带着他们四处打劫。这一世，我得让他把那块地处理掉，不然他要是安安稳稳地待在自家地盘上，怎么肯往云栖山庄跑？孙茜那边更简单，我找了个年轻男同事，长得还算周正，让他去孙茜常去的那家咖啡馆偶遇他，搭讪的时候随口提一句最近在看房，云栖山庄那边有一套特别划算，以孙茜的性格，她肯定会回来找我帮忙，不是为了买房，是为了给我添堵。果然第4天晚上，孙茜的微信就来了，她说她和泽林商量好了，那套房子他们想再看看，问我明天有没有空。我盯着屏幕慢慢打出一个字，有。第2次看房，周泽林带了律师，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一路上板着脸，手里拿着一个平板，对着房子的每一处拍照测量记录。我给他们倒了茶，坐在沙发上等。律师在地下室待了将近2个小时，出来的时候，他的表情比进去时放松了一些。他说结构没问题，加固的比想象的好，防水也做得不错，至少10年内不用操心。周泽林点点头，转向我问业主那边还能不能再降？我帮你问问。我当着他们的面打了个电话，的应付了几句，挂断后说业主说4500万，不能再低了。不等周泽林开口，我又说但可以送全套家电。周泽林看了律师一眼，律师微微点头，他站起来朝我伸出手，说成交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笑得真诚，说恭喜你，周先生，这房子你一定不会后悔的。过户那天是10月10日，阳光很好。周泽林穿了一身新西装，孙茜挽着他的胳膊，2个人站在不动产登记中心门口，像一对新婚夫妇在拍婚纱照。签字的时候，周泽林忽然问我，林月月，你怎么想起做房产销售啊？我说赚钱啊。他问上一份工作呢，我说没了。他没再问。我看着他一笔一画的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又看着工作人员盖上鲜红的印章，心里默默的数着还有20天。走出登记中心的时候，孙茜忽然叫住我，笑得一脸真诚，说月月，谢谢你帮我们找房子，到时候搬家你一定要来暖房啊。我说一定。接下来的20天，我忙得脚不沾地。表面上我在帮另一个客户找房子，实际上我每天都在往云栖山庄88号跑。周泽林给了我一套钥匙，说让我帮忙盯着装修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盯的不是装修，是改造。我第一件事就是把地下3层的通风管道调了个方向，原本是通往地面的，现在改成了通往地下2层的一个死角。只要那扇气密门关上，空气流通量会减少80%。第2件事，给那扇气密门换了个锁，从外面可以随便开，从里面没有把手。第3件事，在逃生通道里藏了一个应急包，里面有压缩饼干、矿泉水、急救药品、手电筒、对讲机，够2个人用3天。3天，上一世他们把我扔在雪地里，我撑了3个小时，这一世我给他们3天，公平吧。10月28日，周泽林搬家，我刚好在附近带客户看房，顺路过去帮忙。孙茜看见我的时候，脸上的笑容僵了1秒，但很快又恢复如常，招呼我快进来坐。别墅里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，周泽林品味不错，家具都是简约现代风，灰色和原木色为主，看起来既高级又温馨。客厅的落地窗外就是湖景，阳光洒进来，整个屋子亮堂堂的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接过孙茜递来的水，随口问地下室装修了吗？周泽林从楼上下来，手里拿着几个抱枕，说还没，先把上面弄好再说，地下室不急。周泽林说等过完年再慢慢弄。我低头喝水，把嘴角的笑容藏起来。今年过年是1月28日，还有2个多月，你们等不到的。11月初，天气开始变冷，
新闻里天天在播寒潮预警，说今年冬天会是100年一遇的冷冬。超市里的羽绒服和电暖气被抢购一空，连暖宝宝都断货了。周泽林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问我囤物资了没有，我说囤了。他问囤了多少，我说够用。他没再问。11月15日，第一场雪。那天早上我推开窗，外面已经是白茫茫一片，雪下了整整一夜，足有20厘米厚，气温骤降到-15度，冷的人不想出门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楼下的人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，心里默默地数着日子，还有13天。11月20日，孙倩给我发微信，说房子暖气好像有问题，让我帮忙问问物业。我回复说好，转头就把她的微信拉黑了。11月25日，周泽林打电话来说联系不上物业，问我有没有认识的人。我说最近太忙，过2天帮他问问。挂了电话，我把手机卡取出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11月30日，全城停电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黑暗里，听着窗外狂风呼啸，心里出奇的平静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们再也联系不上任何人了。12月初，我开始了自己的物资储备。上一世我囤得太晚，等想到要准备的时候，超市已经被抢空了。这一次我有整整30天，还有从公司账户里取出来的20万现金。我跑遍了城郊所有的批发市场，压缩饼干论箱买，矿泉水论板买，方便面论堆买。我还买了5个大容量的户外保温壶，2个太阳能充电宝，1个手摇发电的收音机，3套最厚的羽绒服，5床棉被，最重要的是药。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止泻药、维生素，能买的我都买了。上一世孙倩抢走我的物资里，最值钱的就是那半箱药。后来我听说那些药在黑市上换了2袋大米，我把所有东西分批运回我的小公寓，塞进床底下、柜子顶上、阳台的角落里，每天晚上清点一遍，确认没有遗漏。房东打电话来催房租，说年底了要结清，我说好，明天就打。挂了电话，我把他的号码也拉黑了。对不起张大爷，上一世您扣了我2000块押金，这一世就当我提前收回来了。12月5日，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那天我去楼下小卖部买电池，老板娘正在看新闻，新闻里说北方某城市已经出现-40度的极端低温，多人冻死。老板娘一边看一边念叨，说这什么鬼天气，活了50多年没见过这么冷的。我买完电池，正准备走，他忽然叫住我，他问我姑娘，你一个人住啊？我说是。他压低声音说，你多囤点东西，这天气不对。我听我儿子说，他们单位已经开始发应急物资了。我问什么应急物资，他说就是压缩饼干、矿泉水那些，说是上面通知的，让各单位做好准备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上一世我从没听说过什么应急物资，也许发了，但周泽林没告诉我，也许没发。这一世因为某些原因提前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加快了物资采购的速度。12月8日，我遇到了一个人。那天我去城郊的批发市场买最后一批物资，回来的路上，在一个路口等红灯，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穿着黑色羽绒服，戴着口罩，看不清脸。他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，袋子里装满了方便面。红灯很长，我等得有点不耐烦，扭头看了一眼那个男人，他也正好扭头看我。他的眼睛很特别，不是颜色特别，是眼神特别。那眼神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，警惕、算计，随时准备逃跑，就像上一世那些在末日里活下来的人。绿灯亮了，我往前走，他也往前走，我们走的是同一个方向，走了大概50米，他忽然开口了，他问我姑娘，你也囤东西啊？我说是。他说囤了多少？我说够用。他笑了一声，说够用不够用的，谁知道呢？我没说话，他又说，我看你这几天一直在买，跑了好几个地方，你不是做生意的吧？我说不是。他说那就是自己用。我说对。他停下脚步，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他说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多囤点，越多越好。这天气不对，不是普通的不对，是那种……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，是那种回不去的不对。我没说话，他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那个人是谁？他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但他的话我记住了。12月10日，气温骤降到-30度，新闻里开始出现冻死这个词，先是郊区流浪汉，然后是老小区没暖气的独居老人，再然后是外出时迷路的行人。我去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电池，老板娘正在看新闻，一边看一边念叨。我买完电池，她又叫住我说，姑娘，多囤点东西吧，这天气不对。我说好，谢谢阿姨。走出门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老板娘正在往货架上摆新到的暖宝宝，动作很慢，手有点抖，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活下来。
上一世我没注意过他，每天忙着跟周泽林周旋，根本没工夫关心一个陌生人的死活。这一世我还是没工夫，但我希望他能活下来。12月12日，我去银行取钱，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孩，看起来20出头，扎着马尾辫，脸上带着标准的职业微笑。我把卡递过去，说取5万，她愣了一下，问全部取出来吗？我说对。她开始办手续，办到一半，她忽然压低声音问我，姐，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什么？我问听说什么？她说就是。她往两边看了看，声音更低了，说有人说今年冬天会特别长，特别冷，冷到没法出门那种。我没说话，她继续说，我妈让我回老家，说城里不安全，但我刚转正，不想回去。她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，像是害怕，又像是期待。姐，你说我该回去吗？我看着她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我说回吧。她愣了一下，我说回吧。听你妈的。他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办完手续，我拿着钱走出银行。走出门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他正坐在柜台后面，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不知道他后来回没回去，我希望他回去了。12月15日，第2场雪，雪下的比上次更大，一夜之间就埋了半扇门。我早上推门的时候推不动，用力撞了几下才撞开一条缝，门外积雪到我膝盖，白茫茫一片，连路都看不见了。我花了1个小时才把门口的雪铲干净。铲完雪，我站在楼道口喘气，看见隔壁的门也开了，住隔壁的是个年轻女孩，看起来20出头，戴着一副圆框眼镜，裹着一件粉色的羽绒服，正对着门口的雪发愁。她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小声问能不能借一下铲子。我说可以，回屋把铲子拿给她。她接过铲子，说了声谢谢，又小声说这雪也太大了，我从来没见过来的这么早的雪。我说是啊，今年冬天冷得早。她点点头，开始铲雪，铲了几下又停下来，回头看着我说，姐，你说这天气会不会一直冷下去啊？我说不知道。她说我妈让我回老家，说城里不安全，但我刚找到工作，不想回去。我没说话，她继续铲雪，铲得很慢，像是在想什么事情。铲完门口的雪，他把铲子还给我，又说了一声谢谢，然后回屋了。我站在楼道口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站了很久。上一世，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。那时候我忙着谈恋爱，忙着帮周泽林找房子，忙着幻想以后的生活。隔壁住的是谁，长什么样，叫什么名字，我统统不知道。这一世我知道了，但我还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。12月18日，我最后一次去云栖山庄，雪已经把路全埋了。我开着租来的越野车，花了3个小时才开到山脚下。然后我下车，踩着极稀的积雪，一步一步走到88号门前。别墅比上次来的时候安静了许多，院子里的树挂满了冰凌，在灰蒙蒙的天光下闪着诡异的蓝白色，门窗都关得紧紧的，没有任何动静。我绕到后面，找到那扇伪装成石头的应急通道门，门还关着，和我离开时一样。我蹲下来检查了一下门缝，门缝里塞着一张小纸条，是我上次留的。纸条已经冻硬了，但还能看清上面的字。年货已备好，除夕见。我把纸条抽出来看了一会儿，又塞回去，然后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转身离开。走出云栖山庄的大门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88号别墅的屋顶，还隐隐约约地露在树梢后面，雪落在上面，白茫茫一片，像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。我转过身，踩着来时的脚印，一步一步走回去。走到车旁边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我要买盒饺子给周林泽当谢幕礼。12月20日，全城进入紧急状态。下午3点，天就黑透了，不是傍晚那种黑，是像有人拉上了巨大的窗帘，整个世界一下子被关进了黑匣子里。路灯没亮，早就停电了，整座城市陷入绝对的黑暗，只有偶尔闪过的手电筒光，像垂死挣扎的萤火虫。我在黑暗中坐着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，一口一口地吃压缩饼干。收音机里断断续续传来消息，说这是100年一遇的极端天气。收音机说政府正在组织救援，说请大家保持冷静，不要外出，等待通知。我听着那些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话，忽然笑了。上一世我也等过，等了3天，等了10天，等了30天，等到最后，等来的是周泽林和孙茜推开了我的门。这一世我不会再等了。12月22日，我听见了第一声尖叫。声音从楼下传来，很远，很模糊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我走到窗前，把耳朵贴在玻璃上，仔细听，又一声，这次近了一些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很尖，很凄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。然后是第3声，然后是更多声，尖叫、咒骂、哭声、喊声混在一起，从4面8方涌来。
整个城市像是突然醒了过来，被恐惧唤醒。我站在窗前，听着那些声音，一动不动。过了很久，声音渐渐小了，然后停了，只剩下风声。我回到床上，躺下，闭上眼睛。12月25日，圣诞节。如果不是收音机里有人提起，我根本不会注意到。在这个连白天和黑夜都分不清的世界里，节日早就失去了意义。收音机里那个人说，今天是圣诞节，祝大家平安。然后他开始播报气温，零下53度。他说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温度。他说请大家坚持住，救援已经在路上了。我关掉收音机，躺在黑暗中，盯着天花板，救援已经在路上了。上一世，这句话我听了3个月，直到死也没等到任何救援。我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上一世我和周泽林还在一起的时候，某个圣诞节，他送了我一条围巾，红色羊绒的，很软很暖和。我围上围巾，笑着问他好看吗？他说好看，你最好看。梦里的他笑得很温柔，眼睛弯弯的，像2弯月亮。然后梦醒了，我睁开眼睛，看着头顶的黑暗，那条围巾早就不在了，被孙茜抢走的，和她抢走的其他东西一起。我从床上坐起来，摸黑穿好衣服，走到窗前，窗外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呼呼的风声，像无数人在哭泣。快了，我对自己说，快了。12月28日，我听见有人在敲门，不是我的门，是楼下的门，很远但能听见，砰砰砰的，一下一下，很有节奏，敲了很久，没人开。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喊着开门，求求你们开门。那声音持续了大概10分钟，然后停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打开门，看见走廊尽头的楼梯口躺着一个人，一个中年男人，穿着单薄的外套，蜷缩成一团，他的脸埋在膝盖里，看不见长什么样，但从姿势看，已经死了。我站在门口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我关上门，回到屋里。12月30日，物资开始紧张，我的压缩饼干还剩2箱，水还剩8桶，方便面还剩1箱半，省着点吃，还能撑1个月。但我不想再等了。那天我穿好最后的衣服，背上背包，推开门，走廊里全是冰，墙上的水管冻裂了，流出来的水结成冰，从楼梯口一直铺到电梯口，像一条透明的滑梯。我扶着墙，一步一步往下走。走到2楼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人在哭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很轻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怕被人听见一样。我停下脚步，站在楼梯上，听了一会儿，是隔壁那个女孩，她在哭。我站了几秒，然后继续往下走。走到1楼的时候，我看见楼梯口躺着的那个人，他还躺在那里，姿势和昨天一样。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他的脸是青紫色的，眼睛半睁着，瞳孔已经散了，嘴唇冻裂了，露出里面发黑的牙龈。我绕过他，推开门，走进风雪里，冷风像刀子一样扎在脸上。我低下头，把脸埋进围巾里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云栖山庄还有20公里。我走了6个小时，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不对，天一直都是黑的，永夜之后就没有白天了。云栖山庄的大门开着，上面挂满了冰凌，门上的春联早就被风雪撕碎，只剩几个残破的红纸片在风中飘摇。我推开门，沿着记忆中的路往前走。88号出现在视野里的那一刻，我停下了脚步。它有光，2楼的一扇窗户里透出微弱的光芒，那光芒是暖黄色的，在四周无边的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眼。他们还活着。我在雪地里站了很久，看着那扇窗户，然后我绕到别墅后面，找到通往森林公园的那条小路。雪已经把路盖住了，但我记得大致位置。我用手扒开积雪，找到那扇伪装成石头的应急通道门，门冻住了，我砸了10几下才把它打开。通道里比外面暖和一点，我打开手电筒，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，走到尽头是那扇气密门。我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，里面没有声音。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，开始拧门上的螺丝。这是我自己装的锁，我知道怎么拆，螺丝一颗一颗的拧下来，最后一下门锁咔嗒一声弹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。门推开的瞬间，一股热浪扑面来，我愣住了。地下3层，应该有零下50度的地方，居然比外面暖和。角落里燃着一堆火，周泽林他们把家具劈了，正在烧，火光照亮了整个房间，也照亮了那2张脸。周泽林坐在火堆旁，腿上盖着被子，手里拿着半罐午餐肉。孙茜靠在他肩膀上，裹着羽绒服，正在小口小口的喝水。他们听见门响，同时抬起头，看见我的那一瞬间，周泽林愣住了，然后他笑了，他说：哟，月月来了，快进来暖和暖和。我没动，孙茜上下打量我，目光落在我冻得发紫的脸上，笑出了声。她说：月月，你怎么穿这么少？外面冷吧？进来烤火啊！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，火堆、被子、午餐肉、羽绒服。
周泽林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拍了拍孙茜身上的羽绒服，说：“这衣服真不错，你买的，挺贵的吧？”孙茜咯咯笑，说：“可不是吗？月月眼光好。”我攥紧拳头，指甲陷进肉里。周泽林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他气色比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好多了，脸上有肉了，嘴唇也不干了，眼睛里有光。他围着我转了一圈，啧啧两声，说：“月月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外面不是末日吗？不是说零下70度吗？”孙茜在后边接话，说：“可能人家冻傻了吧，预言家变流浪汉了。”周泽林笑出声来，他走回火堆旁，坐下来，搂着孙茜，看着我说：“月月，谢谢你啊，这套房子真不错，地下3层，保暖效果杠杠的。”我说：“永夜还没结束。”他说：“那又怎样？我们有火，有吃的，有被子，这房子坚不可摧，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”孙茜靠在他肩膀上，说：“对啊，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敲门送温暖吗？”他们笑成一团，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，看着那堆火和半罐午餐肉，看着那件属于我的羽绒服，然后我笑了，我说：“你们说的对，这房子确实坚不可摧。”周泽林愣了一下，我说：“从里面打不开的那种坚不可摧。”他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我说：“那扇门你们试过吗？从里面能不能打开？”孙茜站起来，冲到那扇气密门前，用力拉，门纹丝不动。他又拉，还是不动。他回头看着我，脸色变了。周泽林也站起来了，他走到门前，两个人一起拉，门还是不动。他们回头看着我。周泽林说：“你做了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换了锁，从外面随便开，从里面没有把手。”孙茜尖叫起来，扑过来想抓我的脸。我退后一步，他扑了个空，摔在地上。周泽林盯着我，眼睛里全是恐惧。他说：“月月，你不能这样。我们曾经。”我说：“曾经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曾经在一起过，你爱过我。”我说：“你也说过爱我，但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我放了盒饺子在门口，3鲜馅的，够你们撑几天。我转身往外走，孙茜在后面喊：“林月月，你不得好死！”我没回头。周泽林在后面喊：“月月，求你了，放我们出去！”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他们站在那扇门前，两张脸上全是恐惧和绝望。我说：“好好享受，这房子真的很值。”我关上门，走进通道。我在通道里等了3个小时，通道很窄，我只能蜷缩在那个藏酒的凹槽里，一动不动。手电筒关了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远处那扇气密门偶尔透出一点火光。我听着自己的心跳，1下、2下、3下，然后我听见了别的声音，脚步声，很多人的脚步声从通道口传来。我屏住呼吸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1个人、2个人、3个人，至少7、8个人，他们踩着积雪，骂骂咧咧地走进通道。一个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就是这儿，他妈的，这什么鬼地方？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纸条上写的，云栖山庄88号，后山通道进。”没错。然后是王建国的声音，我认得那个声音，上一世他就是他踩着我手指的时候，抢走我仅剩下的物资。王建国说：“进去看看。”脚步声继续往前，经过我藏身的凹槽时，我连呼吸都停了。他们没发现我，直接过去了。我听见他们走到那扇气密门前敲门喊话，王建国在喊：“周老板开门，谈生意的。”里面没声音。王建国又喊：“再不开门我们踹了。”还是没声音。然后是一声闷响，门被踹开了。接下来是一阵嘈杂尖叫男人的吼声，孙茜的尖叫声。我听见王建国喊：“哟，这儿还有人呢，活的。”周泽林在喊什么听不清，然后是孙茜的尖叫：“别碰我，滚开！”男人的笑声、骂声、砸东西的声音。我捂住耳朵，全成一团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声音停了，脚步声往回走，经过凹槽，越来越远。我等了很久很久，才慢慢站起来，往那边走。应急灯被打翻了，光线在地上晃，地上有血，一大片已经冻成暗红色的冰。孙茜的尸体被拖到房间中央，脸朝上，眼睛还睁着，她的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，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。周泽林不在。我愣了一下，环顾四周，角落里没有人，床垫被掀翻了，空盒子散落一地。周泽林跑了。我低头看地上，血迹从房间中央延伸到门口，一直往通道里延伸。他拖着伤跑了。我沿着血迹往外走，走到通道口，血迹消失了，外面是雪地，脚印已经被新雪覆盖。我站在雪地里，四处张望，风很大，雪很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他跑了，我咬住嘴唇，攥紧拳头，跑不远的。零下60度，身上有伤，没有物资，他活不过今晚。但我想亲眼看着他死。我在附近找了2个小时，没有找到周泽林，雪太大，脚印被埋得干干净净，我只能回去，回到88号，回到那间地下室。孙茜还躺在那里，我看着她，
想起上一世他穿着我的羽绒服，笑着看我被周泽林糟蹋，想起他扔在我脸上的照片，想起他说：“月月，谢谢你帮我们找到房子。”我蹲下来，从他手里掰出一个东西，是那张照片，我和周泽林的合影，背面那行字还在：“月月，谢谢你真心真意帮我买到那套豪宅，4500万，真的很值。”我把照片装进口袋，站起来，转身离开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孙茜躺在那里，脸朝上，眼睛睁着。我关上门，接下来的3天，我躲在那条通道里，我不敢回公寓。王建国知道我住哪儿，他可能会回去，我只能等王建国离开，等周泽林死，等这该死的一切结束。第3天晚上，通道口传来脚步声，我抓起手边唯一能当武器的东西，半截啤酒瓶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一个人走得很慢，一步一停，然后一个声音传来：“月月，是你吗？”我愣住了，竟然是我的高中同学陈勇。上学那会他曾经跟我表白，可惜当时我选择了周泽林。陈勇从黑暗里走出来，浑身是血，脸上有伤。他看见我，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可算找到你了。”我没动，问他：“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”他说：“王建国那帮人到处找你，他们知道你住哪儿，把你家翻了个底朝天。我担心你，就跟着他们的脚印找到这儿。”我问他：“王建国呢？”他说走了，他们抓到一个男的，在雪地里找到的，快冻死了。王建国把他带走了。我心跳漏了一拍，那个男的是不是30来岁，瘦的皮包骨？陈勇点头，对你认识。我没说话。周泽林没死成，他被王建国带走了。我问陈勇，他们把人带去哪儿了？他说城西，王建国的地盘，那块宅基地。我脑子里闪过上一世的画面，王建国在那块地上盖了简易避难所，收留了一帮人，然后带着他们四处打劫。这一世，他把周泽林带回去干什么？张大爷说，那男的嘴里一直念叨你的名字。王建国问他认识你吗？他说认识，是你前男友。王建国就笑了，说那好，带回去，留着有用。我的心沉下去，周泽林会出卖我，他一定会为了活命，他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我囤了物资，我设计了这套房子，我把他们关在地下室。王建国知道了，就会来找我，我必须先动手。我问陈勇，你愿意帮我吗？他看着我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。他说他喜欢我，愿意帮我。我说我要去城西，我要让王建国永远留在他那块地上。陈勇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他说，我跟你去。我们走了2天，零下60度，没有吃的，只有血水。陈勇的腿不行了，他以前受过伤，走久了就疼，但他一直撑着，没喊过一声疼。第2天晚上，我们看见了火光。城西那片废墟里有一栋半塌的楼，1楼亮着火堆的光，门口有人守着，手里拿着棍子。陈勇说就是那儿。我们在远处蹲下来观察，守门的有2个，来回走动，看起来很警惕。楼里偶尔传出说话声，听不清说什么。我问陈勇，你认识里面的人吗？他说认识几个，都是王建国从附近收来的，没家没业，跟着他混。我说你能不能混进去？他愣了一下，问我你想干什么？我说你进去，帮我找那个男的周泽林，看他被关在哪儿，然后出来告诉我。陈勇看着我的眼睛很久，然后他说好。陈勇进去了，我在废墟里蹲了2个小时，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脚趾已经没了知觉，但我不能动。2个小时后，陈勇出来了，他走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说，找到了，关在最里面那间屋子，有2个人守着。我问周泽林怎么样，他说活着，被打得不轻，但活着。王建国没杀他，说要留着，等你来换东西。我冷笑，换东西，换我囤的那些物资。我问王建国在哪儿，他说在最里面那间，和周泽林隔着2道墙，他身边有4个人，都是他的心腹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我问陈勇，你怕死吗？陈勇说怕。我说那你还帮我？他说不单单是因为喜欢我，还因为我给了他吃的喝的。这种环境下，给吃的就是给命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点了点头。我的计划很简单，让王建国的人自己打起来。怎么打？用物资。我在背包里还有最后半瓶水，2块压缩饼干。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小袋子，让陈勇趁人不注意扔到王建国和周泽林之间那条走廊里，然后我让他喊一声有人偷物资。半夜的时候，陈勇摸进去了，我蹲在外面听着里面的动静，先是安静，然后一声喊偷东西了，有人偷东西，然后是嘈杂脚步声、骂声、打斗声，火堆的光在窗户里晃动，人影窜来窜去。我等着，等了大概10分钟，打斗声停了，然后是王建国的声音，很大，在骂人。骂完了，他喊都他妈的给我停下，安静了。然后脚步声，好几个人往外走，我缩在废墟后面一动不动。几个人走出来，骂骂咧咧的站在门口抽烟。其中一个人说，瞎喊什么，
害我们白打一场。另一个说找到是谁在瞎喊了吗？第一个说管他呢，他们抽完烟进去了。我等了一会儿，没看见陈勇出来，又等了半个小时，陈勇没出来。我蹲在废墟里，手脚已经冻僵了。我知道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我会死在这里。我站起来往外走，走了几步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栋楼里还亮着火堆的光，人影还在晃动。陈勇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我攥紧拳头，转身继续走，走出很远，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惨叫，很短很尖，然后没了。我没回头。我回到云栖山庄的时候，天还是黑的，那条通道还在，那个凹槽还在，酒已经喝完了，盒子还在。我缩在凹槽里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反复闪过刚才的画面。陈勇走进去没出来，惨叫没了。他死了吗？也许没死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帮我了，他用命帮我了，我欠他的。第二天，我又去了城西。白天比晚上危险，但我必须去看一眼。那栋楼还在，门口还有守门的人，但里面安静了很多。我蹲在远处等了很久。中午的时候，有人出来了，是王建国。他站在门口，对着里面喊了几声，然后往外走，身后跟着2个人，他们往东边去了。我犹豫了几秒，然后站起来往那栋楼走。走到门口，守门的人拦住我，我说我找周泽林，王建国让我来的。守门的人上下打量我，然后放我进去了。里面很暗，火堆在中间燃着，旁边坐着几个人，他们看见我都盯着我看。我往最里面走，走到那扇门前，推开门，周泽林躺在角落里，蜷成一团。他听见声音，抬起头，看见我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他说月月，我没说话，走进去，站在他面前。他浑身是伤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嘴角有血，但他还活着。他问我你来干什么？我说来看你死没死。他笑了，笑着笑着哭了。他说王建国要杀我。周泽林还说等我来换东西，他说我来了，王建国就会杀了我。我说我知道。他盯着我，眼睛里全是恐惧。他说你不会真的拿东西换我吧？我说不会。他愣住了。我说我来是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说王建国欠我的，你也欠我的，你们都得还。我转身离开，他在后面喊我月月月月，你别走，求你了。我没回头，我走出那栋楼，走进风雪里，走出一段距离，我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那栋楼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像一个巨大的棺材。我站了很久，然后我继续走，走回云栖山庄，走回那条通道，走回那个凹槽，缩成一团，闭上眼睛等，等了3天。3天里，我只喝雪水，没有吃的。第4天早上，我听见通道口有动静，我抓起那半截啤酒瓶，停住呼吸，脚步声，一个人走得很慢，然后一个声音传来，是我，是陈勇。他从黑暗里走出来，浑身是血。陈勇在笑，他说自己没死。我愣住了。他说那天喊完就躲起来了，他们打了一场，没人发现他。后来他趁乱跑出来了，我看着他的脸，有伤有血，但眼睛亮着，他还活着。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走过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他说王建国那帮人散了，他2个心腹为了一包饼干打起来，动了刀子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跑了，其他人一看都散了。我问周泽林呢？陈勇说也死了，被打的时候被打死的，没人管他，就那么死了。我没说话，他看着我的眼睛。我们在通道里又待了2天，陈勇的伤越来越重，他没有药，我只能用自己随身带的药给他洗伤口。第2天晚上，他开始发烧，很烫，浑身滚烫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。我凑过去听，他在喊我的名字。我握着他的手说别怕，我在。他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他说快不行了。我说不会的。他说自己家床底下有个铁盒子，里面有张卡，是他攒了一辈子的，让我拿去。我说我不要，他说拿着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，直到闭上眼睛。我握着他的手很久很久，然后他的手慢慢变凉了。我坐在黑暗里，握着他的手一动不动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松开他的手，站起来，走到通道口，回头看，他躺在那里，蜷成一团，像睡着了一样。我转身走进风雪里。永夜结束的那一天，我站在后山上，东边的地平线上有一抹金色，很淡很细，像一根线，但它确实是金色的阳光，2个多月没见过的阳光。我站在那儿，让阳光照着，一动不动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我回头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不远处，穿着黑色羽绒服，戴着口罩，是那个在路口提醒我多囤东西的人。他看着我，点了点头。他说你活着。我说你也是。他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，看着东边的太阳。他说结束了。
我说是的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见过你，在那个路口，你囤了很多东西。我说你也是。他说我活下来了，我儿子也活下来了，我老婆没撑住。我看着他，没说话。他看着太阳，说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我听说政府在组织重建，城南有个安置点，我打算去那儿。他顿了顿，看着我说一起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黑色的，里面有光。我说好，我们一起往南走。走了2天，到了那个安置点，有人在登记幸存者信息，发食物，发衣服。我排着队领了一张卡，一间简易房的钥匙。晚上，我躺在硬板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闪过很多人的脸：周泽林、孙茜、王建国、陈勇、隔壁女孩、银行女孩，那个穿黑色羽绒服的男人。我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，窗外有人在放烟花，砰的一声，炸开一朵金色的花。永夜结束了，新年来了，新的一年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这样想着，慢慢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窗外有阳光，很淡的冬天的阳光，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。我起床洗漱，穿好衣服，推开门，外面有很多人，有人在排队领东西，有人在聊天，有人在哭。我穿过人群，走到安置点门口，那个穿黑色羽绒服的男人站在那儿，背对着我。我走过去，站在他旁边，他看着远处正在重建的城市，说今天天气不错。我说他说走吧，去领今天的物资。我说好，我们一起往前走，走进人群里，走进阳光里，